电商情报站，虾皮、Facebook 分润连结来袭，卖家毛利瞬间蒸发21%，你该怎么应对？你好，我是电商 Tony 陈。电商情报站这个系列，我会比较深入的分析电商市场，那聊一下我所看到的产业变化，或是未来可能的发展。像这集就是未来的发展，那我的预测还算准哦。那我们业内在判断大概都是这样。你可以去考古我以前的影片来看我判断的如何。那我最近开通了 YouTube 频道会员，如果你认为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加入会员支持我，让我有机会制作更多更优质的内容来给你看。那上一集我们讨论的第一个关税牺牲者出现了，这一集要跟你分享虾皮使出 Facebook 分润连结，虽然它现在已经改名叫 Meta 啦，不过我们大家还是讲脸书嘛 FB 嘛，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后面通称还是叫 FB。虾皮使出了 FB 分润连结，那先讲一下这集为什么重要哦。虽然这个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普通的功能更新，但是不要忘了，虾皮是跟 FB 合作呢，这两个是跨国企业的合作，它背后一定是有满满的商业考量。所以这支影片我会来拆解虾皮这样做的目的，以及对虾皮卖家的影响。那影片看到最后，我会直接预测说虾皮接下来会开通什么功能哦。我们先来讲虾皮现在新开通的功能是什么。来，你看我划线的地方，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念一下：加入 Facebook 联盟合作后，您可以直接发布 Facebook 贴文及 Reels 时，透过内建功能挑选并加入虾皮分润计划商品连结，只要用户成功下单，就能赚取最高10%分润奖金。那我们看下一张图，你看红框的地方就是在 Facebook 的版位会直接出现商品的点击按钮然后消费者按下去以后，如果购买的话，你就可以怎样？你可以抽到趴抽多少？来看这一张图，如果你是一般人的话，1%但如果你的粉丝专页有超过10000粉的话，就变成5%或是分润加码的商品会是10%以上，所以这个算蛮敢给的如果你有兴趣报名分润活动，你可以研究看看，网址我放在资讯栏那我们还是把焦点放在这项功能推出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讲这个之前我们先讲一下脆如果你常常在脆上逛的话，应该也会看过许多类似的影片反正就是他上传一段搞笑影片或是干嘛的，像这个就是拿玩具枪去打老公，然后下面的连结就会直接放玩具枪的购买连结你想说他怎么那么好心还不知道去哪里买，直接给我这个商品的连结，就是那个虾皮分润你只要有购买的话，它可以怎样？它就可以抽到趴，所以在脆上才会出现一堆这种假装分享的影片，其实是想要你购买产品的贴文。那这个机制其实是聪明的因为你点击进去其实它不会买比较贵，你知道？那你又可以直接找到那个想买的商品，可能又便宜，客单价又低，像那个玩具枪好像才几百块钱。那喜欢的话，他就不小心就会加入购物车，就前往结账，然后就成交了这样。好，然后发文者也会得到收入然后消费者他买到想要的东西那这个卖家也不一定会受到严重的伤，因为你这个只是把这个商品拿去报名分润，就是你自己去设定那个趴数分润是卖家自己开的，应该都是有核算过成本。所以你要知道这项功能是针对谁。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说虾皮跟 Facebook 的联合合作，其实就是我们在脆上常常看到的这种贴文的升级版嘛，然后缝合的更好，这样你都不用点开留言区看到贴文或影片你就直接就可以下单了。那这个功能主要针对谁？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有透露了就是粉丝超过1万以上的粉专粉丝超过1万以上的粉专，你手上有没有？那虾皮要找这些在 FB 上这样有流量但没办法变现的粉丝页来赚这个钱，来帮他打工。这个我说明一下就是现在的 Facebook 其实非常大量的粉专都是怎样，都是用爱发电的。你看他好像有个什么什么5万10万赞5万10万粉专好像很大，然后留言互动看起来还可以这样，但其实都是做好玩的。真的非常多一堆像星座男女朋友爱情情感交流这类型的粉专
你要他怎么接业配？很难接啊。我随便讲哦，某某叶黄素，狮子座吃了以后眼睛会更好，快买给你的狮子座情人吃吧。是你会买吗？奇怪，这个叶黄素关这个狮子座什么关系哦？所以很多粉砖其实都是怎样，都是做在金矿上的乞丐啦。他明明手握流量了，可是怎样无法变现，因为厂商不会来找他。那厂商现在学聪明哦，就是如果他要发业配的话，会怎么样？要找有真人露脸的，然后最好是经营各平台一次多发的 ，Podcast 啊、TikTok 啊、YouTube 啊、IG Reels 啊，一大堆这样，因为这样消费者会比较买单。那你看像这种星座粉砖就怎样，就会接不到业配。而此时虾皮的 FB 分润功能，就是对这种类型用爱发电类型的粉砖来说，久旱逢甘霖啊。就饿那么久，用爱发电然后终于有一个平台，有一堆业配的产品可以挑，然后它不用走什么复杂流程，就是进虾皮的分润系统里面找，然后适合的产品，这样就好了。例如说，我刚才讲的，就狮子座的粉砖，那个数量都很大哦，那个追踪者都超多，粉丝都超多的哦，可是就没办法变现这样。好，我就直接来搜寻狮子座，然后就会出现什么？我说在那个分润商城里啊，就会出现马克杯啊、挂画之类主题产品。那我就以这支主题发一篇文章或是 reels。如果我的粉丝看到了都是狮子座的嘛，有人下单了，这样就有收入了。所以这样子的做法就会有效的活化这些粉砖，能够让他们终于有钱赚。这对 FB 来讲是好事啊。虾皮在分这个以外，有没有分给 FB 我们不知道，但一定有的啦。但很明显透过这样子的操作，FB 之前一些快死用爱发电的账号会怎样？会重新活过来，然后他想要赚这个钱嘛，所以贴文也不会乱写，所以 FB 会获得高品质的内容对 FB 来说也是好事情。再来你要知道受害者会是谁，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讲说这件事情的受害者会是谁不用猜了，又是虾皮卖家，因为分润金谁出？那个卖家要出啊。你看我框起来的地方就好，6%的分润金，以1000块的订单来说，推广者拿到是60块，然后正常开发票嘛，再加5%，所以实际上要付的是63块，也就是 6.3%。然后不要忘了现在虾皮抽多少？我们之前有算过是 14.5%，这个趴数可能会跟你实际遇到有一些落差，什么品项活动什么不一样但是知道概念就好。你实际付的钱你自己看，你参加分润的话，基础抽成再加分润钱加起来已经变成 20.8% 我们就算 21% 那我问你，你的毛利自己在虾皮卖，你有抓到 21% 吗？我知道接下来就会有人说啊，那我们就不要参加就好了，有差吗？有差。来，我们看这张图，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来简单讲一下，就是两个产品都是什么 DHC 的维他命 C， 这个大家都认识吧？然后都卖100块。但是啊，上面分润是1%，下面分润是17%。好，你今天是创作者，你会给消费者1%的连结，还是这个17%的？废话，当然是17%，东西一样这样子才赚得多啊。而且 DHC 已经是日本的大牌然后出货的人也不是我客服也不是我在处理我只是贴，然后有人买我就赚钱，就这样真的延上也不会延上到我这里来，因为是 DHC 嘛，跟那个卖家的事情嘛，所以大家会怎样？众多的创作者就会去推广那个分润17%的。那你今天是卖家的角色，是不是就变相的逼你要怎样提高分润金额？不然你会卖不掉因为你现在卖的产品叫做 DHC 的维他命 C， 这消费者的需求是有限的，不会有人一天可以吃掉一整包了。所以说，接下来的虾皮卖家会跟我们之前讲的一样就是中国奶茶店类似的困境。他怎样？他不参加分润活动，他就不是卖不好而已，他就可能卖不掉。参加又赔钱，那你觉得他要参加还是不参加？只是这次的赛局里面，虾皮这样全身而退嘛，因为分润金卖家出的，虾皮顶多支付一点行销费用、系统的费用而已。所以虾皮这样，他一定会继续做下去。你说虾皮会不会担心这样长久下去，卖家会怎样？会挂掉？我跟你讲，他不担心因为这真的是这样。我们在电商会讲这句话，叫做消费者是有限的商家是无限的就这样。我们业内就是这样判断的，卖家是无限的啦。
只要有消费者，那卖家就跟韭菜一样这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直收掉一个，然后又会长出10个，这样真的是这样。只要有消费者在这边，那卖家就会源源不绝的供应。所以以虾皮的立场，他对谁好？对消费者好而不是对卖家好。对卖家好的话，消费者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反正就会有纠纷，然后这样就不来了。不来的话，现在消费者有太多去处，coupon 淘宝啊，一大堆拼多多啊。所以说对消费者好，讨好消费者的政策一定是虾皮很重要的政策。那要毛利怎么办？从卖家身上拿反正有源源不绝的商家。这个又验证我们之前影片讲的虾皮现在的做法就是收割卖家嘛，这很合理，这真的很合理啊。他在台湾投的那个一大堆基础建设，虾皮店到店、自取店，总算是要来回收了嘛，就是养套杀嘛养套杀总算是要来大量的获取利润的时候，谁跑出来了 ？coupon， 我靠，打乱他的布局，都要上桌吃饭了嘛，冲进一个程咬金来掀桌子的。所以我是虾皮的话，现在是怎样再来你要知道虾皮的下一招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说虾皮接下来要出哪一招。其实这个已经有答案了我们来看2025年 Q2 的财报电话会议记录就很清楚了。来，我们来看第一个画红线的地方。2025年的 Q2 很新2025年 Q2 在东南亚市场从直播和短影音过来的订单占实体订单总量几%？ 20% 以上，这么高1/5呢，并且他们会持续跟 YouTube 保持密切合作，代表说做短影音这招在东南亚转单也是一样有效。那我们不是才讲吗？ FB 的 Reels 会出现虾皮连结这不是一样的事？所以 Reels 成效好的话，下一步要做谁？ YouTube 嘛， YouTube 的 Shorts 嘛YouTube 的长影片嘛。那为什么虾皮要突然提到 YouTube？ 原因在下一段他说到今年的6月为止，东南亚市场已经有超过700万个 YouTube 影片包含虾皮的产品连接，季增超过 50%， 更夸张就是现在东南亚的 YouTube 啦，下面都是直接放虾皮连接啦。我举个例子它长相是长这样，台湾目前还没有串嘛所以说我先举个例子，像我们大家都在看的那个讲外星人的老婆很漂亮的那个老高与小莫，你看红框处就是那个，反正你也注意过嘛，底下可以直接点商品这是 YouTube Shopping然后你现在点的话会是到那个 Pandora 的网站里面去，那不是虾皮，但我要表达的意思是串好以后会变这样你看红框处直接串到哪里？品牌官网金流可以拐出去自己去做的累积会员你点下去它会进入它打造的品牌官网，那未来就会变成什么？点进去可以这样直接进虾皮就这样啊。没有能力经营品牌官网的人他就挂虾皮就好了也就是说，等虾皮把 FB 这些创作者这样一网打尽以后，接下来他就会瞄准 YouTube 了。应该是已经在谈了，还在那边瞄准应该是早就在谈了，然后都有一些进度了因为这很合理嘛。你看到东南亚市场的 YouTube 成绩好成这样，然后台湾的 YouTube 早就有这个功能那就把它接起来嘛，这没什么。所以我认为这些事情必然会发生，不去谈这个合作才是旷职翘班嘛。最后我们来讲，你应该要快点跟上最后我们就来讲说，如果你是品牌主或你想要做电商，那现在虾皮推出这个功能对你是很友善的。为什么？因为会出现大批量的创作者打工人来帮你业配产品。那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的分润要漂亮你的分润要漂亮，然后产品本身不要有一大堆竞品，这样就好了那你也不用去找一大堆有的没的 KOL 不用，虾皮的机制会自动帮你媒合到想要卖你产品的人，所以你操作得当的话，第一波吃到牛肉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但现在事情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你要是个品牌意思是你要自己的产品线然后你在做产品的时候就要先把这个分润费用怎样认列成行销费用算到成本里，这样虾皮在帮你卖的时候你才不会赔钱。同时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要有自己的品牌官网嘛你说前面都讲虾皮扯这个品牌官网，原因是品牌官网是你的名片那这些创作者会这样很小心如果网络上找不到你，或是只找到你的 FB， 然后 FB 最新贴文还停留在什么2023年之类的，他不太敢帮你卖产品，然后底下有人留言都不回的这种，那卖产品以后遇到纠纷人家会找谁
找不到原厂问虾皮也不对，就会怎样？就会跑来找这个创作者。所以说你要有一个基地让人家查，你至少自己要看起来像个牌子嘛，对不对？让你自己看起来像个牌子，让他们觉得说哦，这是个品牌，有这些官网然后看起来像模像样。那对于争取这些创作者都是有帮助的。所以如果你现在要做电商，我会建议你的第一步就是还是要盖出自己的品牌官网。那功能不多版本比较阳春，这没关系你要有一个官网，你要看起来像个牌子。你不要说你公司的唯一的那个对外露出就是什么，就是 FB 粉丝专页的置顶贴文，那已经是2022年的贴文了。这个你叫人家合作怎么谈来，再来是怎么样经营虾皮商店，然后怎么样打开分润，让这些创作者来帮你卖产品，最后出货的人是你嘛你再想办法看怎么样去经营出自己的忠实会员消费者，这样就好了大概就是这样。今天主要就跟你分享虾皮，然后我的 FB 分润连结这件事情要跑出来了，因为已经有东南亚那边的证据讲八卦讲八卦。分润这件事情是这样affiliate 它行之有年，真的以我们台湾自己电商界早就在串的是什么通路网联盟网一大堆。分润是这样，就是我跟你说，分润很容易会出现一种事情叫劣币驱逐良币，很容易非常容易出现我举个例子每次都这样，就是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分润有一个单位，那个跟直销有关总之就是分润很容易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所以你在经营者你在把控上，创作者在你要挑产品来卖，你自己也要看一下，最好真的要去做我说回查这件事情，不然劣币驱逐良币，我驱逐给你看每次都这样，每次进那个分润商城他就会看到底下分润几趴，原价多少分润几趴嘛，对不对？快车肉干，快车肉干不是超有名的超级有名啊。请问快车肉干他有需要去用分润来让他自己卖得好吗？不需要嘛，是人家主动会快车肉干那我再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 ，iPhone 17，这有需要去打什么广告分润然后人家才愿意买嘛？根本不需要，对不对？所以说，真正大牌子他们分润怎样，爱做不做，几乎不做。然后真正在参与分润的都是什么牌子？都是一些小牌，甚至以消费者的眼光来看叫杂牌。当然，玩具枪这种东西打男友的玩具枪，这没什么牌子的问题就没差。都是小牌，甚至是消费者眼中的杂牌。那杂牌要怎么闯？就可以靠分润闯。怎么闯？我举个例子快车肉干很有名可是你进入某家的分润商城里头，快车肉干的分润是多少？好像2%还5%，就很低啦。它一包已经不贵了，比方说250块的2%。那你是创作者，你要卖它吗？虽然你摆上去，大家一看快车肉干，就会买嘛但实物上的情况是什么？那个商城里面就躺了另一品牌的肉干，然后他的肉干的名字你也没听过，他说他自己很有名你也没听过，可是他分润给到几趴？30%，差这么多呢？然后客单价差不多，所以创作者就会怎样？创作者就很容易就昧着良心说，其他也没吃过，他就说这个好吃，跟快车肉干一样好吃，但他自己根本没吃过。很容易会发生这种现象。那些中小企业品牌靠分润来闯反正就可以用这个方式你要清库存的时候，你就把你的分润直接调高到50%，然后看跑不跑得动，就这样。这就是我说很极端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当然，什么玩具枪啊、泡泡枪啊然后一些有的没的无伤大雅的东西就算了。那分润连结你身为创作者，你要去看一下。我未看现在，将来也会出现大量的这种东西，就是你看一个什么什么正妹跳舞低胸的影片结果怎么样结果他卖一个什么看不出来不知道什么东西你以为他接了没有啦，就分润啦，然后他分润超级高，这有机会让杂牌去闯出自己的市场，闯出自己的营收。OK， 好，这是一回事，就看看吧那再来我们来讨论第二个事情，就是分润对于创作者，假设就是你你可以迎来什么样的局面？以虾皮分润计划又不是现在才出来，这以前就有了嘛。好，虾皮分润计划现在最常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贴到脆贴到 IG 然后虾皮分润计划，然后带你自己的分润连结，大概就这样我也有我自己的分润连结。然后高级一点的做法是什么？真的是这样他就会写好物测评然后跑 SEO 的内容行销，然后怎么样？然后去放上那个购物连结，他可能比了热卖前5名开价彩妆消费者最爱前5名，
然后把自己的分润放成第二、第三、第四名，然后第一名毋庸置疑就是大牌嘛，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操作，然后就用 SEO 做。然后再更高等的做法是什么？就是为了这个分润去拍短影音因为现在短影音很夯嘛。那你说，身为一个普通人、上班族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收入可以到什么规模？虾皮分润很夸张真的上班族的下班副业他可以做到一个月26万多的收入，就这样可以做得到因为那个人我们有认识，有在那边分享，就说他也不知道他就是拍短影音然后这边讲。很多问题啦，就是那个分润是改来改去的改来改去，他就是看那个分润高他才要嘛，然后后来又遇到什么？又遇到断货嘛种种的问题。我讲一个产品就是我们手机现在 iPhone 17 Pro Max 不是有发布了吗？对不对？然后不是有一个爱马仕橘的，反正就新的 iPhone 17橘色那一只然后在它上市9月2号上市以前，它就怎么样？就很多人在卖壳，卖什么壳？卖说一般的手机，比方说什么 iPhone 16、iPhone 15、iPhone 13都有人卖各种版本的。他卖你一个手机壳，就是橘色的，就是后面凸出来就是还有他让你怎样，让你套上去，你旧手机瞬间就变身就是换那个外观，就这样。好，这种东西不用想了，杂牌谁敢出这个出这个被告好，因为它底下就真的有一个苹果的 logo好，然后就卖这种东西可是这个东西以短影音来说，效果超级好嘛！什么1秒变身什么发售前就拿到，然后就拍那个影片。大家讲，哇靠，真的假的？没有，他就把壳拆下来说，你也可以买这个换壳可以缓解换新手机的冲动之类有没的，拍这个很夯非常的夯分润也都好好的，对不对？结果源头怎么样？不出货不出货就断了，源头也没有赚到钱就说什么中国那边的供应链怎样怎样被人家包货了，出不来。这样是怎么？这样是白忙一场所以也不是说分润就绝对没问题，分润还是会有问题，只是说你经营的量足够大的情况之下，以上班族来说，这可以是一个副业，真的可以是一个副业。但你要记得，就是我说的，它后面问题很多，大大小小的状况一大堆那个一下源头不出货，一下分润又调低，它就是刚开始调超级高，然后让大家就帮他卖一波，开始跑出量以后，他就把它下修嘛。反正那些影片还在跑，很多大大小小的博弈啦的问题啦。但我要表达的事情是，无论你是很会写那种吸引人眼球的农场文章还是你天生的社群媒体的 queen 反正就你发文然后拍个低胸拍个腿，很多人看还是说你有办法去做拍影片的事情，那这个虾皮分润，你真的可以考虑，你就开个小账然后就专门去经营虾皮的分润嘛，那就好物推荐。不要那么无聊，好物推荐。今天要为大家分，那没有人要看你就是搞一些情境有的没的，找你一些合得来的朋友一起发疯一起拍。当然你就搞这个，以上班族的收入来说，它真的可以是一个额外的选项，而且怎么样，被动呢？不是最爱讲被动收入睡觉的时候也有收入，这个分润连结就是我刚刚提的26万多，那个是我目前说我看到的非公司化经营里头的 top 这个东西也有公司专门做，拨一个部门专门来做。好，那再来是一般上班族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你长期经营下来，大概半年经营下来你要为自己增加一个月多2-3万块的被动收入，这个不是太难被动收入从我嘴巴里面讲出来财富自由，然后直销要开始了就没有了，这就是很正常的商业了你要增加个2-3万块，应该都做得到就做得到，只要你持续的创作就好了。对，所以现在又给你这张牌FB IG 都可以放，所以你看看你再不做就很可惜啦，你就做嘛，这有差你不想露脸你就开个小账来做然后只要讲生意就好怎么样？假设你经营了半年，然后被动收入有个可能飘忽不定，但是稳定在15000块，这是不是也很好？这个如果你是北漂的话，这个房租钱也有啦，水费电费也有啦，何乐而不为所以我是很鼓励上班族下班去做这种副业的，就跟电商什么都没什么关系就是，不然你上班族你被困在那个工作里，你知道你去多尝试一下自己人生上新的可能，就不上班还是有千万种方法可以赚到收入，不是说只有上班一条那这个很成本超，这不会失败啦，你做出来顶多怎样，没有人跟你买，就这样而已你要赔什么钱
好，所以去试试看嘛。这个是开启你第二收入、被动收入迈向财富自由的很重要的一步，应该是这样。因为我自己也有在搞分论我是用长影片去弄的我卖的东西非常之小众，所以连我这样子都有一点点的。然后刚开始的收入，你看到你会笑出来，新台币21块，有没有打发我但没关系，万事起头难，这个大公司谁没小过所以鼓励你啦你就去做那个，就是说你自己会看我这个影片，都电商从业人员，你都知道东西怎么卖，你就去挑去包装，去行销出自己的被动收入，不做傻了这个太可惜了。它又合法又不诈骗，又不用跟人家打交道，可以不用露脸，不是就要这种东西你就做做看呢。现在的电商平台之间竞争激烈，除了你熟知的虾皮、PC Home、Momo 以外，外国的电商平台也对台湾虎视眈眈。除了酷鹏大军来袭，还有旭印、抖音小黄车、全球速卖通、Temu， 他们都在偷偷伸出触手，要来抢台湾市场。而对于我们这些品牌商来说，最可怕的是，现在这些巨头在神仙打架，你只要被插到一点非死即伤所以我建议你快点跑再晚一点，你可能都被逼着参加斗价钱的战场，想逃都没有办法逃。只有盖好自己的品牌官网，培养自己的忠实会员，才能够创出高的毛利这才是避免伤亡的最好方法。如果你现在正在找一个实力坚强的电商系统来帮你架设品牌官网，我推荐你 Cyberbiz。我们除了官网仓储跨境 POS 能一次搞定以外，现在还能够发动电子票券或是30分钟机车快速到货，让消费者更难抗拒你的行销活动。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大品牌都喜欢配合我们 Cyberbiz 电商系统的原因。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那你就填写资讯栏的连结那填完资料以后，我的同事会跟你联系，电商相关的问题应该都回答得出来，因为我们经验蛮丰富的。最后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更多电商资讯给你。我是电商通灵城，我们下集影片再见。